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堂课跟大家介绍 Watermarking for Sequential Circuits， 就是循序电路的浮水印的设计。那上一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浮水印，那今天呢，我们更进一步来介绍 Sequential Circuit 的浮水印。那我们还是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做浮水印？浮水印其实就是把一些讯息隐藏在你的色系里面，来做你的 IP protection。那基本上它目的就包括 copyright protection 啊 ，source tracking hidden 的 message 那基本上主要就是用来做你的 IP 的保护那基本上的话 ，watermarking 它基本上呢，在 sequential circuit 上面呢，我们一个可以的做法了就是说你 embed 的一个 hidden 的 string 到你的 sequential circuit 上面embed 的一个你原来电路里面没有，但是呢，而且是 hidden 的 string 到你的 sequential circuit 来做识别那基本上呢，因为这样做呢，你可能会有额外的 state 一般人也会有额外的 state 或者额外的 transition 因为这是原来电路没有的嘛，所以总是有些不同所以有额外 state 或额外 transition。但如果这样的话呢，一般因为你有额外的 overhead 了我们一直讲过，其实那个安全跟电路复杂度常常是一个 trade off 但是呢，你还是要尽量减少你的 cost， 你的复杂度因为这个 embedding 所造成的复杂度，你要越小越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浮水印基本上呢，你要的一些特色基本上的话，它要有强健性强健性就是说你嵌入浮水印是不容易被删除或修改然后那如果常入的浮水印很容易被修改的话，那么将来被防止或盗用会有很大的漏洞然后再一致性就说你除了浮水印的拥有者之外呢，其他人是不容易被其他人是不容易破解它的然后再来就是安全性嘛那就演算法是浮水印的演算法是公开的那大家呢不需要知道它那个嵌入跟萃取的演算法则但是呢侵入非法使用者还是无法呢侦测跟移除浮水印，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浮水印那我们再解释一下就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sequential circuit 的那个的浮水印的一个例子那基本上呢，举例来说好了，假设你有一段文字那 is a data 那当然你浮水印只要变成 binary 的讯息嘛那我们可能用 MD5 这种编码方式把它变成一个一串的那个数字然后那其中我们截取最前面一小段然后这样来做说明，那后面部分我们用点点点，因为太长了然后呢这一段的那个 binary那基本上你浮水印要能够显现出来我们假设我们要嵌入的那个字串是01100101110那原来这个电路里面呢，它 input 是2 bit，output 是1 bit那我们要嵌入的话，依序001input 那就放01，output 是1然后再001 input 放00，output 放1然后001 input 放00，output 放1然后110然后 input 放11，output 放0那基本上呢，这是我们要嵌入的embedded 的 string 那但是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就是说你要嵌入，但是因为你就是 finite state machine 嘛 ，sequential circuit 那你 previous state 跟 next state 要怎么安排就是你的 state transition 要怎么安排才能够把这个 string 给 embed 进去那其实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提过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 embed 进去其实你会增加你的 cost 那当然要越小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 embed 的方法了那你 state 从 S0 开始嘛那 S0 开始的话，它可以到 S1那你 input 呢是01，output 是1，刚好符合你要 embed 的东西。那接下来呢，你可能自己再开一个额外的 state S4 S4那 input 是00，output 是1，然后再开一个额外的 state S5 那 input 00，output 是1，然后再开一个额外的transition再开一个额外的transition从 S5 到 S2那 input 是1，output 是0那这样呢，基本上呢也是可以实现这样的 embed 自串的 embed string 嘛但是呢，它虽然有把这个 string 给它 embed 进去但是它要用到2个额外 state 跟3个额外 transition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充分运用原来的 state 跟 transition， 增加了很多额外的 state 跟 transition。
那其实应该尽量的去充分利用原来的 state 跟原来的 transition。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去进一步减少一下你这个 watermarking 所需要的 cost。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哈，对，另外一个做法了哈。那就是说一开始呢 S0呢，你把它 embed 啊，这个在 input 等于0.1的时候呢 ，output 是1，好这个，然后呢再来呢，我们看一下 S1 哈，好它能不能去利用原来的哈？我们发现 S1 呢在 input 是00的时候，好并没有其他的走的方式，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刚好它也没有 input 00的时候也没有设定要怎么走，好，所以我们让 input 等于00的时候走到 S2，好加一个transition进去，然后 output 是1，好，然后再来呢 S2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刚好哈它在 input 等于，因为我们要 input 00 output 是1，刚好它在这边呢 S2 到 S3的时候 input 00 output 是1，所以呢我们就走这一条路，那这样就没有用到额外的transition，我就走原来的transition，好这样就很好，好，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走 S 到 S3的时候呢，我们看它在 input 是11的时候 ，input 是11的时候，它也没有去预设说要怎么走。好，那我们这里呢就让 input 是11的时候呢，好，然后走到 S1，好，然后 output 是0，那这样就把这个 string 给 embed 进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它基本上这个 state diagram 呢，它没有额外的 state 哈，然后2条红线就2个额外的transition。那跟刚才比呢，刚才要2个额外的 state， 3个额外的transition。相比哈，我们这个呢，只没有额外 state， 然后只用了2个额外的transition，那相对 cost 就减少很多哈，相对 cost 减少很多。那这个是不是最好的？好，其实还可以再化简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好，那基本上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哈。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可以更节省 cost 哈。那我们那个假设哈。那前面有一段引导，然后走到 S3哈，然后走 S3之后呢，我们看一下 S3等于 input 01的时候 ，output 呢也是 output 是1哈，所以可以这样走。然后走到 S0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哈，它有没有 input 是00的情况哈？那 input 是00的情况没有哈，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哈，那 input 是00，然后呢 output 是1哈，然后还是回到自己 S0哈，然后呢？再来呢，它一样哈 ，input 是0 ，output 是1哈，所以呢，还等于说这也是这个红色的线呢，它又再走一次哈，又回到 S0，然后呢，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它 input 是11的时候呢 ，output 呢是0哈，就是等于说相当于是从 S0走到 S1，好，就可以走既有的transition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结果哈，那你的额外的 state 呢是没有的，那额外 transition 也只加了1条。所以呢，这个整个 cost 又更小了哈。当然它前面是需要一段引导来走到 S3了，好，但是基本上这个从 S0引导到 S3是有既有路径可以走的哈。所以呢，基本上呢，它额外的transition呢只有1个而已，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更精简了。从这个例子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有3种 sequential watermarking 的方法，好，那它的 state 呢跟transition的 cost 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这其实有很多的演算法可以开发哈。那其实也有很多人在 study 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这个例子，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 sequential circuit 的 watermarking， 以及就是说 watermarking 的好坏呢，对你的 cost 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其实一方面要注意 watermarking 哈，就是说因为你要做 IP protection， 但是一方面也要节省 cost。好，那由这个例子，我想同学可以有一些了解。好，那基本上哈。由于 IP 电路哈是可以由使用者自行将浮水印哈给加进去你的那个电路里面了哈，所以任何人呢都可以在已经被加入了浮水印的电路上面再加上自己的 watermarking， 所以哈在这个智慧财产的判定上哈，其实有时候呢你要怎么去追踪侵权行为，因为你别人可以在你 watermarking 上面再加 watermarking 哈所以呢。这个除了要确保自身浮水印的强韧性、唯一性跟安全性之外，其实你也可以透过第三方的组织来维护所需要保护的签名这样呢也可以解决那个智慧财产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sequential circuit 的 watermarking， 那就是说透过那个 embed 的一些你给定的 string 进入你的电路里面然后呢，那基本上因为这是你自己所 embed 的所以呢你可以做识别
那基本上呢，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例子哈，我们举了3个好同样的 embed string， 然后有3种不同的电路哈，那所需要 cost 不一样，所以呢，你怎么样去开发好的 embed 的 agent 哈，来减少你的 cost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从我们这一系列介绍 watermarking， 包括 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 watermarking 跟 sequential circuit 的 watermarking， 我想同学对于什么是 watermarking， 然后应该会有更充分的认识。好，那希望同学能够有，也可以去进一步去思考一下怎么去做电路 watermarking， 以及开发后续的演算法。好，那希望对同学有所帮助，谢谢大家。